你说什么？你一个月到手5500，孙凯的留学费用1年58万，剩下的52.5万，你打算找谁出？各位长辈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弟弟孙凯被金斯顿大学录取了，我决定供他出国读书。好啊，我们孙家终于要出个留学生了。萌萌，你真是好姐姐。阿凯有出息，做姐姐的支持弟弟，这才叫一家人。姐、姐夫，我敬你们，等我学成归来，一定好好报答。拜拜。萌萌，方便说说具体费用吗？学费1年大概30来万，加上生活费、住宿费什么的，1年备个50、60万就够了。58万，金斯顿大学商学院硕士，学费1年约32万人民币，住宿费1年约11万，生活费按移民局标准1年约13万，再加上往返机票、保险、签证等杂费，第1年至少58万。哎呀，程月，你了解的真仔细，这不正说明你也支持阿凯留学吗？我只是想搞清楚这笔钱从哪儿来。萌萌，你上个月的工资单我看过，到手5520块，你打算怎么出这58万？程月，你什么意思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让我下不来台？我没有让你下不来台，我只是在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。如果你有具体的资金方案，不妨说出来，让大家都安心。程月，萌萌是你老婆，她弟弟出国留学，你这个当姐夫的，难道不该帮衬？该帮多少？妈，您说个数字，我好有个准备。一家人哪有算得那么清楚的？你和萌萌是夫妻，你们的钱不都一样吗？我倒是想一样，可惜萌萌的工资卡从结婚到现在我连碰都没碰过。程月，你今天是诚心来砸场子的是吧？我只是想知道真相。萌萌，你的工资这4年都花哪儿了？咱们家的房贷是我还，物业费是我交，水电煤气是我付，连你的信用卡账单都是我帮你清的。你每个月5000多块的工资去了哪里？萌萌啊，不是婆婆说你，你和程月结婚4年了，家里的开销确实都是程月在扛。你说要供弟弟留学，这事儿是不是该先跟程月商量商量？商量？王姐，你这话说的可不对。萌萌是我女儿，帮自己弟弟天经地义，难道还要看外人脸色？吴桂兰，说话注意点，程月是你女婿，不是外人。我说错了吗？当初萌萌嫁给程月，我们可没要1分钱彩礼。程月家那套房子，首付还是我们帮着出的10万呢。那10万是借的，我们2年前就还清了。都少说2句。程月啊，阿凯是你小舅子，你们年纪也差不了几岁，他要是能出国陆金回来，将来前途无量，对你也有好处不是？再说了，你在科技公司当技术总监，1年收入也不少吧？帮衬帮衬自家兄弟，不是应该的吗？爸，我去年的税前收入是42万，扣完税到手32万出头，听起来不少，但我们的房贷每月还1万多，1年就是14万1600，剩下的钱要负担2个人的日常开销、人情往来，两边父母孝敬，还要存一点应急。请问我该从哪里挤出58万给孙凯留学？姐夫，你这话说的也太不好听了。什么叫挤出来？我是去留学，不是去挥霍。等我毕业回来进了大公司，这点钱分分钟就还你了。分分钟？孙凯，你本科学的是什么专业？工商管理，什么学校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江北滨湖学院，对吧？那又怎样？我现在考上了金斯顿大学。金斯顿大学商学院1年制硕士，申请门槛是均分80以上，你的本科居分是65，你走的是中介保录取通道，租借费另外花了13万，加上这13万，第1年的总费用是71万。程月，你调查我弟弟？不是调查，是孙凯上个月来咱家，把文件落在沙发上了，我不小心看到了。就算中介费花了点钱，那也是为了孩子的前途。程月，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气？你挣的钱不给老婆花，不给小舅子花，你打算给谁花？给我自己。我挣的每1分钱，我有权决定怎么花。我可以选择帮孙凯，也可以选择不帮，但前提是你们得问我，而不是替我做决定。你，孙萌，你看看你嫁的什么人？程月，我是你老婆，我弟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连这点忙都不帮，你还算什么丈夫？那你结婚4年1分钱不交给家里，你算什么妻子？爸妈，你们先走，我打车回去。我们走。程月，你给我站住！今天这事儿没完。你要是敢走，我们就离婚。你想好了？华为科技集团关于收购天域网络安全系统的意向书。房贷每月11800，物业费每月780，
水电煤气每月平均500，孙萌的信用卡贷还每元平均3600，孙萌余额13000。程月，我们谈谈。谈什么？你今天在饭桌上说的那些话太过分了。哪句话过分了？你不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揭我的短。我揭了什么短？我只是问了几个数字。你就是故意的。你知道我弟弟留学的事，你提前查了资料，就是为了在饭桌上让我难堪。孙萌，你觉得让你难堪的是我说的那些数字，还是你自己做的那个决定？58万，你月薪5500，你自己算算，不吃不喝攒多少年能凑够？你站在一桌人面前宣布要供弟弟留学，有没有想过这笔钱要从哪里来？我以为你会支持我，我以为夫妻之间不需要算得这么清楚。是吗？那你结婚4年，为什么把工资藏得这么紧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每个月往你妈那里打3、4千块钱？你翻我手机了？没翻，4个月前你用我电脑忘了退出，不小心看到的。你居然偷看我的银行流水！你把这叫偷看？4年转给你妈20万零8000，转给你弟弟6万，加起来26万8，你的工资总共就30万左右，将近90%就给了你娘家。我给我妈钱怎么了？她养我这么大，我孝顺她有什么问题？孝顺没有问题，但你的孝顺是建立在我替你承担全部家庭开支的基础上。你1分钱不出，房贷我还，生活费我付，你的信用卡我清，你拿着省下来的工资全部补贴娘家，然后告诉我夫妻之间不要算那么清楚。程月，你是不是早就对我有意见？你是不是早就想找机会跟我吵？我不是想吵，我是想问清楚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你妈今天摆的这顿饭，是不是你们早就商量好的？孙凯什么时候拿到的录取通知书？上个月。上个月？那你为什么不跟我提一个字，直接选在今天当着2家人的面宣布？你是怕跟我单独说我会拒绝，对吧？所以你要在饭桌上公开讲，拉上你爸你妈，形成道德压力，让我不好意思说不。程月，我弟弟真的很想出国，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了，不你能不能？你连想都不想？不需要想，我拿不出58万，就算拿得出，也不会给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从来没有问过我。你在饭桌上宣布的时候用的词是我决定，你什么时候问过我的意见？你就是这么冷血的人。18万6，这是我4年的全部存款。你让我冷血的告诉你，这18万是我爸上次做胃镜查出来有虚肉之后，我专门存的手术备用金。爸，做胃镜？3个月前的事，你忙着帮孙凯准备留学材料，我没跟你提。我去公司值班室睡一晚，你好好想想。姐夫，今天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在饭桌上那么冲。但留学这事儿我是认真的，你要是能帮我，我写欠条，毕业后一定还。你先把那13万中介费的来源说清楚。老公，我今天发工资了。多少？5500，扣完税到手5200。还行啊，刚转职嘛，后面会涨的。可是我算了算，咱们家每个月开销好大，房贷、物业、水电、吃饭，你一个人扛着不累吗？累什么？我刚升了主管，工资够用，你那个工资自己留着花就行。可是我觉得不好意思，我工资这么低，什么都帮不上忙。萌萌，结婚不是让你来分担压力的，你刚工作2年，工资低很正常。真的？你不介意我先不出家用？不介意，你先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。房贷、物业、日常开销我来，你那个工资，你该买衣服买衣服，该存着存着。你真好，那我先攒一攒，等我明年升了职，一定跟你一起分担。行。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我妈明天要住院做个胆囊手术，医生说虽然是个小手术，但也得住几天院，还要交2万块的押金。别哭，胆囊手术不大，做了就好了。可是我手头紧，卡里没剩多少了，你能不能先借我2万？借什么借？你妈就是我妈，2万我转给你，别操心了。那等我攒够了还你。不用，你先去洗把脸，我给医院打个电话，明天一早去交费。程月，阿凯考研成绩出来了，差了2分没过线，
他在家哭了一天，我妈也哭。差2分，那确实可惜了。今年再考呗，明年还有机会。不行，他说专业课底子太差了，想报个辅导班，封闭式的那种，要15000。程月，你帮帮阿凯，这个辅导班据说效果特别好，他同学去年报了，考上了。15000虽然不少，但是为了他前途嘛。你妈那边拿不出这个钱？我妈退休金就那么点儿，我爸你也知道，他们哪有这个钱啊？那你自己的工资？哎呀，我的工资每个月就那么点，你也知道的呀，我手里哪还有15000？老公，你就帮帮阿凯吧，他要是考上研了，以后找工作也好找，有出息了，对咱们也有面子，不是？15000是吧？就15000，我替他谢谢你。这是借的还是给的？一家人说什么借不借的呀？你帮帮他嘛。连借的名义都省了。妈，程月同意了，钱明天就到账。对，15000，让阿凯好好学。陈总，那份意向书我准备正式回复了。月，你来主导这个项目，华为出资金和渠道，你保留60%的股权，首轮注资6000万。陈总，我考虑一下。程总监，有个阿姨说是你岳母，在楼下大厅等你。让她上来吧。程月，你们公司挺大的嘛？妈，有事儿。给你带了点红烧肉。昨天的事儿，是妈不好，说话太冲了。您专门跑一趟就为了送菜？程月，昨天在饭桌上大家都上头了，说的话不好听。但阿凯留学这事儿确实是个好事。你想想，他要是能在国外拿个硕士回来，找份好工作，将来你和萌萌也有面子，不是？妈，我昨天说的很清楚了。我知道你的顾虑，不就是钱吗？你跟你爸妈不一样，你爸妈是老实人，攒了一辈子也没攒下多少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有本事，在大公司当技术总监，一年好几十万。58万是多了点，但分3年出，一年也就不到20万，你省省就有了。省省，妈，我每年硬性支出28万，税后32万，您让我省省，我省哪儿？省房贷还是省饭钱？那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找朋友借点儿，或者把房子做个抵押贷款？您让我拿房子做抵押贷款送您儿子出国留学？怎么了？房子不是你和萌萌的吗？萌萌同意就行了。这套房子首付是我父母出的，房贷是我一个人在还，房产证上只有我的名字。什么？房产证上没有萌萌的名字？没有，这是婚前购房，登记时孙萌说不用加了。妈，孙萌4年往账上转了20万零8千，往孙凯账上转了6万，加起来26万8，这钱是他瞒着我从工资里抽出来的。您收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钱该不该拿？不可能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银行流水不会骗人，菜您带回去。留学的事儿，我的态度不会变，请回吧。岳哥，你岳母？看着来者不善啊。没事，家务事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不用上班？请了半天假，检查结果怎么说？医生说息肉是良性的，建议切掉，做个微创就行。什么时候做？妈，孙萌4年往您账上转了20万零8千，往孙凯账上转了6万，加起来26万8，排队大概2周后，费用嘛大概1万8左右，医保能报一部分，我出。别，你负担够重了，我和你妈商量过了，我们自己的存款够。爸，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和妈，但你们得保密，谁都不能说。什么事儿？你还记得我这2年一直在做的那个副项目吗？你说那个什么安全系统？天域网络安全系统，我用下班后的时间开发了3年。上个月有一家大型科技集团找到我，要注资6000万，让我独立运营这个项目。6000万？爸，小声点。这个事儿现在还没正式签约，但方案已经谈得差不多了。如果签了，我会辞掉现在的工作，全职做这个项目。儿子，你瞒了我们这么久，怕说早了事情没成，白让你们担心。那萌萌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谁都没说。为什么不告诉她？她是你老婆啊。爸，如果她是一个会跟我商量事情的人，我早就说了。爸，手术的事儿你别管了，我来安排。还有关于孙萌那边，
我可能很快就要做一个决定。什么决定？你到时候就知道了。这是手术费和你们接下来的生活费，别省着花。程月，爸，放心，你儿子撑得住。有些人结婚了还分你我，真可悲。萌萌怎么了？是不是那个谁又惹你了？男人抠门的话，趁早换一个。姐，需要帮忙说一声。姐夫，我们谈谈。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但你不能不管我姐。她已经3天没回家了，住在我妈那儿，天天哭。你是不是男人？孙凯，你的13万中介费是谁出的？我妈出的。钱从哪儿来的？你妈退休金1个月2800，你爸退休金1个月3200，两个人1个月6000块。抛去日常开销，1年最多存2万，13万的中介费要存6年半。可你是今年才决定留学的，你妈哪儿来的13万？周六下午2点回家，有事当面说。说什么？该说的。好。你找律师了？还没有，但我想告诉你，我在考虑。程月，你真的要离婚？你觉得这段婚姻还剩下什么？我们4年了。4年？你说说看，这4年里，你做过什么让我觉得你是我妻子，而不是孙家的提款渠道的事儿？结婚第1年，你说等你升职了一起分担家用，4年了，你没升职也没分担过1分钱。结婚第2年，你说你妈住院手术找我借了2万，这钱你没还过也没提过。结婚第3年，孙凯考研要报班，你直接让我出1万5，连借的名义都省了。今年你直接在饭桌上要供他出国58万，你没有问我，没有商量，你决定了。你说的对，这件事是我不对，但你就因为这个要离婚？不只是这个，孙萌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跟你摊牌吗？因为我一直在等你哪天自己觉得不对劲儿，跟我说一声老公，咱们把家里的财务理一理。我等了4年，结果我等到的是你站在饭桌前宣布要花58万送你弟弟出国。程月，我可以不供他出国，这个事儿我可以跟我妈说，但你不要离婚。你现在说不供了，是因为我提了离婚。如果我没提呢？如果我昨天在饭桌上什么都没说，笑着碰了杯，你是不是就要拿着我的钱去交孙凯的学费了？你是不是已经在打那18万存款的主意了？你怎么？你妈前天来公司找我，问我能不能把房子做抵押贷款。这个主意是你出的，还是她自己想的？孙萌，我再给你1周时间想清楚，不是想离不离婚的事儿，是想你到底把我当什么。如果1周后你的答案还是夫妻的钱就是一样的，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程月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你有什么资格问这个问题？姓程的，你别不识好歹。当初萌萌嫁你的时候，多少人劝她别嫁，她不听，现在后悔了。程月，你要离婚可以，把这4年萌萌的青春损失费算清楚。姐夫，你逼我姐，你就不怕出事儿？程月，明天上午10点，你来华为总部，我们把协议签了。好。明天签完协议，首轮注资6000万会在1周内到账，我持股60%。也就是说，身家会从18万6变成，算了也没有意义，钱多钱少不影响我要做的决定。程月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我想跟你单独见一面，不带你岳母，不带萌萌，就我们俩聊聊，你看行不行？爸，您说。明天中午老地方，我们常去的那家面馆。行。挂了电话，程月想了想，决定先签协议，再去见他。不管他要说什么，都不会改变他的计划。程月，条款你都看过了，有异议吗？第10条，关于技术团队的搭建权，我要完全自主，没问题。第23条，利润分配周期改为季度结算，可以。第31条，退出机制中，我的股权不受投资方稀释，同意。程月，欢迎加入华为体系。首轮6000万，3个工作日到账。天域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从今天起正式成立，你是 CEO 兼首席技术官。多谢陈总。别客气，你的技术值这个价。
爸，爸，有话直说。程月，你真的要跟萌萌离婚？取决于他的态度。你岳母那个人我管不了，他这辈子就想让阿凯出人头地，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。但萌萌不一样，她是被他妈带偏了的。爸，被带偏和主动选择结果是一样的。我知道，程月，我今天来不是替他们说好话的，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对不住。这4年，你岳母从你们家拿了不少钱，我知道，但我没有拦住她。我这个当爹的窝囊。阿凯留学的事儿，那13万中介费是你岳母从萌萌给他的钱里出的。我知道以后跟他吵了一架，没吵过。爸，你让我说完。阿凯那孩子从小被他妈惯坏了，本科混了4年，考研2次没上完，现在又想出国镀金。我跟他说了，这条路走不通，他妈更不听。所以你想说什么？我不拦你，你和萌萌的事儿你自己决定。但你要是离了，以后我这个老丈人不，以后我就是你一个长辈，有事你找我，我帮不了大忙，但还能说句公道话。谢谢您。不用谢，我就是来给你赔个不是的。爸，我多问一句，阿凯的留学学费如果我不出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不去了呗，去不起就不去。我跟他妈说了，别打程月的主意。打不了就别打。你觉得呢？程月，你是个好孩子。程月，你把家里的存款转走了？什么？我查了你的银行卡，那18万6不见了。你查我的银行卡？怎么查的？我知道你的密码。你知道我的密码，但你从来不让我知道你的。孙梦，你不觉得好笑吗？你别跟我扯这些。钱呢？那18万6是我父亲的手术备用金，我已经交给我父母了。我的钱，我有权决定怎么花。这句话我说过1次了。程月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到底愿不愿意帮我弟弟？不愿意。那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是的，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嫁给一个冷血的人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。喂，是程月先生吗？是。我是华正律师事务所的许静律师，孙萌女士委托我处理你们的离婚事宜。孙萌请了律师？是的，他提出以下诉求：第一，婚后共同财产平分；第二，精神损害赔偿10万元；第三，房产过户1半产权。许律师，你帮我转告孙明3句话：第一，这套房子是我婚前全款首付，婚后我独立还贷，产权归我；第二，所谓婚后共同财产，他4年工资30万全部转给了娘家，我这边的支出全部用于家庭开销，共同财产为0。第三，精神损害赔偿，他瞒着我往娘家转了26万8，我还没找他要呢。程先生，这些你有证据吗？有，银行流水、转账记录、家庭开支明细我全部留了底。我会把您的意见转达给孙萌女士。岳哥，你这情况很清楚，房子是婚前财产，没有争议，他要分的共同财产，按你的记录来看，基本为0。他还倒欠你人情，精神损害赔偿就更没道理了，他没有提出任何家暴出轨的证据。那最坏的结果呢？最坏就是调解，你给他一点补偿，几万块意思一下，把事情了结。行，你帮我走程序。岳哥，我听说你最近搞了个大项目，你消息倒是灵通 ，IT 圈就这么大，华为注资6000万的事儿，圈里已经传开了。保密，尤其是对孙萌那边。明白。岳哥，有一件事我得提醒你，如果这笔投资在婚姻存续期间到账，从法律上讲可能会被认定为共同财产。你最好在离婚协议签署之前，把公司股权的个人属性界定清楚。这个我已经想到了，协议里注明了，天域系统是我婚前开发的个人知识产权，投资款对应的是个人技术成果，我有完整的开发记录和时间戳，不愧是做技术的，严谨。我们见一面。说吧。当面说。在哪儿？时光咖啡7点。坐吧。律师的事儿是我妈让我请的，我本来不想走到这一步，但你还是走了。因为你先提的离婚。我说的是考虑，你直接请了律师。程月，我想过了，留学的事我不管了，孙凯爱去不去，我不出这个钱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你撤回离婚的想法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孙萌，你觉得我要离婚只是因为孙凯留学这件事儿？不是吗？不是。
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在这段婚姻里，我从来不是你的家人，我只是你孙家的经济后盾。你太极端了。极端？你结婚4年没有交过1分钱家用，你的工资全部给了你妈和你弟弟，你的信用卡消费让我来还，你妈来我公司闹，你弟弟在微信上骂我，你在朋友圈发截图让所有人觉得我冷血，你告诉我，谁极端？我承认这些事我做的不对，但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？我给过你4年的机会，每一天都是机会。那你现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这么绝情？孙萌，你连绝情这个词都只会用在我身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4年我在你家人面前受的委屈，才叫真正的绝情？律师的事，你继续走程序，越快越好。程越，你会后悔的。不会。第1条，房产归孙萌所有；第2条，程越支付孙萌精神损害赔偿金15万元；第3条，程越支付孙萌经济补偿金20万元；第4条，双方共同存款由孙萌保管分配。这是在逗我。可能孙萌觉得他亏了。哪里亏了？他4年不出1分钱家用，工资全贴娘家，凭什么分房子？这要上了法庭，法官都得乐。妈，程越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女儿跟你过了4年，把最好的青春给了你，你现在说离就离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。妈，您说完了吗？没完！你不给房子不给钱，你以为你谁呀？信不信我去你公司闹？信不信我找你领导？信不信？您要去就去吧，顺便告诉我领导，您女儿4年往您账上转了20万0八千，这笔钱是她对家庭责任的逃避。您看领导是同情我还是同情您？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你胡说八道，我跟你没完！姐夫，你把我妈拉黑了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孙凯，我给你个建议，你现在要做的不是骂我，而是想想怎么自己的能力找一条路走。你的留学梦不应该建立在别人的婚姻废墟上。程越，你这个团队搭得不错，下个月的信息安全峰会你准备一下，上台做个产品发布。什么规格的峰会？全国性的，300多家企业参会，圈内头部投资机构都会到场。行。乙方孙萌放弃房产及赔偿金要求，甲方程越支付6万元搬家过渡费。程越，后天你能准时到吗？能。好。你以后会告诉我那个秘密吗？什么秘密？上次在家里你走之前，我问你是不是瞒着我什么事，你没回答。以后你会知道的。通过别人？通过新闻。走吧。程越，你开心吗？没有开心不开心，只是觉得结束了。4年。那6万块你什么时候转给我？今天。行。程越，我后悔过，不是后悔跟你结婚，是后悔没有早一点听你的话。哪句话？你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不是钱，是商量。你第1年就说过这句话，我没当回事。现在当回事了。现在晚了。程总，2.0版本的渗透测试全过了，比同类产品快37%。准备上线吧。信息安全峰会的 PPT 要不要我帮你？不用，我自己做。紧张吗？还好。你那个系统我用了一下，确实牛。今天的目标是让在座的300家企业知道你的名字。各位好，我是天域科技的创始人程越。程越先生，您好，
我是北斗资本的合伙人沈雨桐。沈总，有什么事儿？你的系统我看了演示，我想跟你谈谈 A 轮投资的可能性。我们已经有华为的天使轮了。我知道，但华为给的是资金和渠道，北斗能给你的是战略资源和海外市场。方便的话，这周约个时间聊。我考虑一下。那个沈雨桐，圈内有名的投资人，他看上的项目还没有失败过的。那我是不是该受宠若惊？你该好好想想。尊敬的孙凯，这是最后一次提醒，5000英镑学费押金需在本周5前支付，逾期未付将撤销录取资格，请立即联系我。孙同学，保证金20万什么时候能到账？学校那边催得很紧了，再不交钱，名额就给别人。阿凯的留学就这么黄了，他好不容易考上国外的大学，考上了又怎样？拱不起就是拱不起，去不起就不去。孙国良，你说的轻巧，阿凯是你儿子，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前程毁了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咱们不是还有3万块定期吗？先取出来。那3万是咱们的棺材本儿，取了以后喝西北风。那找你哥借，你哥在县城开超市，10万把万拿得出来。我哥上次借的2万还没还呢，你让我怎么开口？你就是窝囊，一辈子窝囊。儿子要出国，你这个当爹的不想办法，还在这说风凉话。我窝囊，我1个月退休金3200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让我上哪儿变出50万啊？你告诉我。那萌萌呢？萌萌不是他姐吗？让他去找程月。你闭嘴！程月跟萌萌已经离婚了，你还想打人家的主意？你摸摸自己的良心。你哭吧，哭完就消停了。程月睡了吗？孙叔，您这么晚还没睡？睡不着，有件事儿想跟你说说。您说。凯的留学黄了，怎么回事？中介催着交原款，保证金也拿不出来，13万中介费已经搭进去了，剩下的钱没着落，孩子他妈在家哭了3天了。孙叔，您别太操心，阿凯年轻，路还多。我知道，我就是心里堵着慌。国内的在职研究生项目也有不错的。孙叔，阿凯如果真想提升自己，不一定要出国。我跟他说过了，他说丢人。那就让他丢一会儿，不丢人，长不大。你的公司是什么时候开的？3个月前。所以，这就是你瞒着我的秘密。是。值多少钱？你来就是问这个？我只是想知道。跟你没有关系了。程月，如果你早一点告诉我，事情会不会不一样？不会，因为问题从来不是钱。那是什么？是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个需要尊重的人。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。说。孙凯出事了。什么事？他跟人合伙开了个网店，被骗了，投进去的钱全亏了。亏了多少？10万。钱哪来的？我妈拿的养老金，加上找亲戚借的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没有来找你要钱，我只是想告诉你一声，因为孙凯说他想来找你。找我？他说想求你给他一份工作。孙萌，你弟弟连一个网店都能被骗光，你觉得他能在我的科技公司里做什么？我知道他能力不行，所以我提前来跟你打招呼，如果他来了，你直接拒绝就好，别给他面子。你变了。被现实教育过了。走了。我找程月，程总。让他来会议室。姐夫，我们已经不是亲戚了，叫我程月就行。程月，什么事儿？你应该已经听说了吧？我被骗了。听说了，10万，我妈的养老金全搭进去了。现在她每天在家哭，我爸也不理我。然后呢，我想找你帮忙。帮什么？给我一份工作，什么岗位都行，我不挑。孙凯，我问你几个问题。你说。你本科学的工商管理，成绩均分65，你会写代码吗？不会。懂网络安全吗？不懂。会做运营、市场销售吗？没做过。
那你能给我的公司提供什么？你看，这就是问题。你来找我不是因为你有能力胜任这里的工作，而是因为你觉得我们有过一层关系，我应该照顾你。孙凯，我说一句你可能不爱听的话，你今天走到这一步，不是因为运气不好，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认真做过一件事。大学混了4年，考研考了2次没上岸，出国留学想走捷径，花13万找保录取，现在开网店又被骗了。你有没有反思过，为什么每一步都走不通？问题不在外面，在你自己。你妈从小告诉你，你是孙家的希望，将来要出人头地。但出人头地靠的不是别人的钱，不是关系，不是捷径，靠的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能力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先去找一份基层的工作，销售也好，客服也好，踏踏实实干1年，把基本功练出来。如果你1年后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你来找我，我可以考虑。1年嫌长？你23岁，大时间，我32岁才拿到第一笔投资，你急什么？我走了，谢谢你肯见我。孙凯，你妈让你来的。是我自己要来的。那就好，自己要来的，说明你至少迈出了第一步。程月 ，B 轮我建议你拿1家就行，估价定在12亿，融资1亿5千万，缩时10%的股权，够用。为什么只拿1家？钱太多了会让团队膨胀，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资金，是人才和产品迭代，把精力放在正确的地方。你跟别的投资人不一样，别人都是催我多拿钱。多拿钱是为了让投资人安心，不是为了让创始人安心。你是技术出身，知道一个系统最大的风险不是性能不够，是冗余太多。那你建议拿谁的？ IDG， 他们的海外资源是我们需要的。你是北斗的合伙人，你建议我拿别人的钱？ A 轮我们已经在你的船上了，B 换一家，对你的股东结构更健康。我的建议是客观的。你这种投资人太少见了，所以你才应该信我。程月，你知道你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不是你的技术，是你的定力。那么大的压力，前妻闹，丈母娘闹，小舅子求上门，你一步都没退。换了别人早就妥协了。不是定力，是被逼的，退一步就是深渊。那你现在站在什么上面？自己修的路。敬你自己修的路。天域科技半年估值14亿，创始人程月从技术总监到独角兽掌门人。程月，阿姨之前对你不好，是阿姨的错。你现在出息了，阿姨高兴。你看阿凯那边。程月，恭喜！我在一家小公司做销售，干了快半年了。虽然底薪只有3000，但我会努力的。你说的1年之约，我记着。加油。程月，是我，倩倩。什么事儿？程月，之前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我只听了萌萌一面之词，没有了解实情，就在朋友圈带节奏，我给你道歉。不用道歉，你是他朋友，帮他说话很正常。但我说了不该说的话，而且我现在才知道，你们婚姻里的问题不是你的错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萌萌告诉我的，她上周跟我聊了一晚上，把所有的事儿都说了。她说她最后悔的事儿就是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自己人。程月，他不会回来找你了。他说他没脸，但他让我帮他转一句话。说吧。谢谢你没有在离婚的时候追究那26.8万。不客气。1年前的今天，天域还只是我笔记本电脑里的一段代码。今天，它变成了一家有200个人一起拼的公司。感谢所有相信我们的人。程月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。问。你当初为什么瞒着家里人做这个项目？3年，那么长时间一个人扛着，不累吗？累，但我当时的处境不允许我让任何人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让人知道了，这个项目就不是我的了，它会变成一个提款机，被各种亲情和面子掏空。现在呢？现在它足够大了，大到没有人能掏空它。所以你不再怕了？不是不怕了，是不需要怕了。敬不需要怕的你。谢谢。程总，你看这个帖子，有人在扒你的事儿。程总，你看这个帖子，有人在扒你的事儿。前岳母上门讨债，被亿万富翁前女婿当场拒绝。这跟天域科技那个程月的故事好像啊，他前岳母不也是这德行吗？楼上说的是那个技术总监变亿万富翁的，求扒！我刚去搜了一下，真的，他前妻4年工资全补贴娘家，丈母娘还要他拿房子抵押供小舅子留学，绝了绝了！这剧本都不敢这么写，还真是没完没了。离婚10番10做，从月薪5500的老婆到足值18亿的角兽创始人，这种丈母娘绝了。
真是吸血鬼本鬼，前妻肠子都悔青了吧？4年贴了26万，结果人家现在身家几个亿。程总这波操作教科书级别，男人就得这么硬气。我要是他前妻，我现在就去撞墙。不要这么说，人家好歹也当了4年提款机呢。你这一晚上盯着手机看什么呢？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把家丑外扬？谁？什么家丑？你自己看，网上都在说我是吸血鬼，说我逼他拿房子抵押，他程月就这么让网友骂我。人家没有外扬，是网友自己扒的。怎么可能？他不说别人怎么知道？你做的那些事儿，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喂，程月，网上的帖子你看了吗？看了，不是我发的。我知道，我打电话不是说这个。那说什么？我想告诉你，我在这家公司干了快半年了，上个月拿了销售冠军。真的？真的，底薪加提成到手8000多，虽然跟你比不了，但是是我自己挣的。行，不错。你说的1年之约，我会继续努力。等你够了1年，再来找我。好。孙凯，你终于开窍了。他以前穷的时候，我们帮过他。我女儿跟他结婚，我们没要彩礼。他买房子，首付不够，我们帮着出了10万块。现在他有出息了，身家10几个亿，连看我一眼都不看。我女儿跟他4年，什么都没落着，离婚的时候1分钱没拿到。那您这次来节目是想达到什么诉求呢？我就是想让观众评评理，他程月是不是没良心，是不是忘恩负义？10万块钱对现在他算什么？可他连句话都没有。吴阿姨，关于您说的这10万块钱，以及网络上提到的20万8千元转账，我们栏目组也联系了您的丈夫孙国良先生，他愿意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对这件事做一些说明，您同意吗？10万确实是借的，确实还了。我老伴儿做的那些事儿，我管不了，但我不能昧良心。爸，你怎么能上直播说那些话？妈现在被全网骂，你知不知道？但你不能帮着外人说妈的坏话呀！他自己上的直播，怨谁？萌萌，爸问你一句，你觉得程月这4年亏不亏？你心里有数就行了。爸，别再折腾了，好好过你的日子。不要脸！你们才吸血鬼，你们全家吸血鬼！你闹够没有？滚！你也滚！你跟程月一伙的！我不吃了。不吃拉倒。你出来吃饭。不吃，你们都盼着我死。饭放门口了，爱吃不吃的。桂兰，桂兰，坏了坏了！喂，120吗？我这里有人血压很高，人不清醒了，地址是花崖渡23号5号楼302。对，快点，快！医生怎么说？血压太高，住了2天，稳定了，明后天就能出院。花了多少钱？你别管了，程月让人送了2万块过来。他知道了。医院打电话找家属，我手机没电了，联系人里第2个就是他。他接到电话，二话没说转了钱。以后别提程月了，人家不欠咱们的。儿子，这房子多少钱？妈，你别管多少钱，住就行了。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。你妈跟我说了，让我问问你有没有再找个对象的打算。爸，不急。你都34了。我知道，等忙完这一阵再说。那个投资的沈总，爸，他是我的合作伙伴。哦，放心吧，你儿子的眼光不会差第2次。当年6000万投你，回报超过100倍，这辈子最划算的生意。程总，楼下有位孙先生找您，说是跟您约好了。让他上来。
程月，坐吧。听说你在那家公司干满1年了，1年零2个月，上个月刚续了合同，怎么样？第3名，不错。销售部一共7个人，第3名不算什么，但我的业绩增长率是全公司第1。去年这个时候我底薪3000，到手5000多，上个月底底薪还是3000，但提成加奖金到手12000。你专门跑一趟，就是为了给我看这个？我想回来找你。你说的1年之约，我做到了。我想在天域工作，什么岗位都行，从最基层做起。商务岗底薪4500，没有提成，只有年终奖，你做不做？做。老徐，你上来一趟，带新同事去办入职。明天开始上班，老徐会带你。商务岗的工作就是跑客户、跟合同、催回款，最苦最累的活。你要是撑不住，随时可以走，我不会走的。你这个身家的人了，酒量还是一点没长进。去趟洗手间。程月，我敬你。程月，谢谢你当年没有可怜我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个吗？因为当年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找过很多人。我舅舅、我姑妈、我爸妈的老同事、我大学的同学，每个人的眼神我都记得。有的人嘴上说帮，看我的眼神是嫌弃的，像是在看一坨烂泥；有的人干脆不见我，让我在门口等1个小时，然后说不在；还有的人给了我一点钱，但那个眼神像是在打发叫花子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让我在会议室里坐下，你一条一条地问我你会什么，你能给我什么？你不懂代码，不懂安全，没做过市场，你把我所有的底裤都扒干净了。但你最后跟我说，先去找一份基层的工作，踏踏实实干1年。你没有可怜我，你甚至没有安慰我，你只是告诉我，问题不在外面，在我自己。我当时恨你，我觉得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运气好拿到了投资，你有资格说这种大话。但是后来我在那个小公司干销售，第1个月1个单子都没开，被客户骂，被主管训，被同事挤兑。我每天晚上回出租屋，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全是你那句话，你从来没有认真做过一件事儿。我想反驳你，但我发现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。我大学混了4年，考研考了2次，出国走宝路曲，开网店被人骗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找捷径，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的做成过一件事儿。后来我想通了，你拒绝我的那天不是在羞辱我，你是在告诉我一个事实。你说的那个1年之约不是给我一个台阶下，是给我一个照镜子机会。我说的是事实，你不需要可怜，你需要的是一脚踹醒。你那一脚踹得真疼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想告诉你，我姐她再婚了。听说了，嫁了个做小生意的，卖建材的，人还算老实，对她还行。婚礼没大办，就在老家请了几桌亲戚，我也没去。我爸说她现在过得还行，比离婚那会儿胖了些。那就好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一直想当面谢谢你。我妈住院那次你知道的，血压高送急诊，我爸说是你转了钱过来，2万块。我爸后来跟我说了，他手机没电了，联系人里第2个就是你。他当时急糊涂了，第1个打的是我没接，第2个打给你，你接了。你跟我妈已经没关系了，跟我家也没关系了，但你接了那个电话，转了钱，一句废话都没有。谢谢你，程月，那2万块钱我会还的。不用还，你好好干你的工作，比还我2万块有意义。你俩在这喝啥私房酒呢？里面都找疯了。陈总说要跟你喝3杯。明天华东区的季度报告，周一早上我要看到，已经在做了，周日晚上发你邮箱。孙经理，过来，拍合照了。来了。还不走？坐一会儿。
感觉怎么样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。你这个人真是无聊。上市当天市值96亿，你说没什么感觉？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说。什么？你愿不愿意不做我的投资人了？换个身份。你终于开窍了。程总，你女儿又吃脚了。随她，你就这么教孩子啊？她开心就行。